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两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一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一盆辣椒油和一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赶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有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然后这2天没咋正经吃饭，又有点胃疼了，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9胃泰之后算是舒服多了。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一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了。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成本大概是70块钱一斤。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去开第2袋啊？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那油跌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然后我搜了一圈，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也没有烧鹅可以吃，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但现在物流太慢了，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不过我发现了，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那都绝非等闲之鹅。我们换了2个屯子，跟鹅扑腾了一整天，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后来这鹅到了，我们的腰还没好呢，但也不想等了，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700一只，它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就这么烤出来的鹅，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后来实在没招了，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在室温环境下，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谨慎了。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后来我纠结了一下，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这酸梅酱熬完之后，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尤其是剁鹅的时候，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看着可太爽了。我从来没敢想过，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的。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等吃完饭之后，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就都让我炖酸菜了。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但是实在是没忍住，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就坐床上打嗝啊。
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而且含量是未知的。再一个，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我想看看这100%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钱一斤。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而且工序非常复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不能搅，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给耳朵都震聋了，然后还得再调味搅劲儿，几天都没咋睡呀，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给我拍的直恍惚。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然后再上炭火。这大家伙一来，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而且我试了一下，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感觉满嘴都是香味。然后我算了一下，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1斤。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吃这个太爽。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在嘴里嘬吧那点油和味儿，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我天，绝了朋友。